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或许可能也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之后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是真的有收钱的，然后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被误会的。所以在我们已经知道说接下来一定会更大量发生的时候，最后可能呢就会变得像狼来了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难正常的讨论。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回到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呢，我就会不看稿，改用聊聊的方式呢，讨论网红圈啊、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好，那今天要讨论的是最近非常热的，就是 YouTuber 去成都拍片的风波。然后因为最近有很多爆料说，中共在砸钱收买台湾的一些网红，去请他们去帮中国宣传啊。而且大家也发现说，近期不少去中国拍片的 YouTuber， 然后都是去成都这个地方，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好，那我们想说呢，或许可以用 YouTuber 的角度呢来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观察，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聊聊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一争议的。真的有网红被中国收买吗？那中共的计划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堂线上课程晨曦的自在花艺课，主题看似高冷，但其实超级新手友善。讲师晨曦是日本师范级认证的花艺师，拥有5年的教学经验。他这次专门为新手规划了架构精细的课程讲义，让花艺美学不再只能够凭感觉。课程当中呢，总共可以学会10款好看又好上手的花艺，除了使用季节花材，更充满了日系极简风格，不用购买过多的花材就一样好看。而且每款花艺的尺寸适中，家里的任何一个小空间都能够充满美感。通常花艺实体课呢，起码要2600元，而且一次学习1款花艺。而现在募资期间呢，只需要不到4200元就能够学会共10款的花艺，输入我的折扣码还能够再省200元。现在就点击资讯栏把握优惠吧。那一开始我们就先请志祺来简单讲一下这整个风波是什么事情。这整个风波是这样子的，就是6月12日，波特王的脸书呢，他就贴文爆料说，中共将在7月以提供这个7+9的方式，秘密的邀10组台湾网红到中国拍片，但他没有点名任何的人。那网络上面呢，就开始有人根据这个传言，就列出了这个成都拍片的清单。然后他点名的像是王仁甫啊、季晴夫妻、鱼竿、卡特、小象爱出门等人，质疑他们近期呢都不约而同的到中国四川成都拍片，认为这个是有蹊跷。而这些人呢也纷纷的发声表示说是自费的旅游，像是这个王仁甫啊、季晴呢，他们这个孝亲家族旅行是1年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了，那全程自费。那像是鱼竿呢，他也说只是想要吃这个道地的麻辣锅，没有收过这个邀约信，全程自费，而且晒出了这个机票的住宿单据。但在这个回复之后，其实网友就开始有了一些论战。有人呢不买单，觉得他们的这些说辞都非常非常样板，而且呢，就算晒出的这个单据，也可能是事后请款啊等等的。然后也有人认为呢，这个就是在猎巫啊、阴谋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去中国的时间跟波特网说的这个时间根本对不上，也不是同时去成都的，这个时间的跨度将近是1年的。那你觉得哪边的说法比较有道理？我觉得可能要先讨论，就是中共到底会不会花钱买网红。那这个风波烧起来之后呢，陆续其实就有艺人网红说他们有收过这样的邀约，那包含了我们自己其实也是有收过这样的。我们也要啊，对，我们也有，就这个合理吗？那合作内容其实就很多，可能像是从这个推广一些有中的言论啊，或者是旅游宣传啊，到协助这个阻挡参选都有，甚至呢是可能单纯的参加一些论坛。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确定这些信件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过我觉得其他国家呢也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而且其实近年呢有蛮多的研究调查呢，就都指出中共真的就是有在花钱买网红。像是去年这个微软的报告呢，它就有指出，中国近年一直有在培养啊，或者资助一些外国的网红，让他们以不揭露的方式宣传这个中国的官方叙事。而且根据他们的统计，就是2022年到2023年，由中国官媒资助、训练与推广这些网红节目呢，已经多达了至少40种的语言，横跨了不少的平台，而且呢，吸引了超过1.3亿名的粉丝。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们阶段性的结论应该就是，中国有在买网红的这件事情呢，它的可能性是确实很高的。那中共买网红其实到底要干嘛？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尤其是对台湾人来说，如果你要说中国很棒、中国很好，那这个其实应该很明显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就你一定是假的。那这个效果有用吗？我觉得统战这件事情的逻辑，它是没有那么单纯的，然后也会需要依照分众去处理很多很多的细节。例如说，我们举一些简单的拆分好了。
对于一些意识形态可能还没有很定型的人，确实你可以想象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宣传中国叙事的目的，因为他们就还没有成型嘛，所以这个时候在还没成型的时候，你去置入一些想法概念是比较容易的。但我相信他们的手法也可能是多元，可能像你刚刚讲的是那种很明显的大外宣，但也有可能呢是用一些很生活化的内容，用软性啊、优美的一些方式去改善这个中国的形象，就让你觉得中国很好这样。对对对，那边有很多很棒的事情，然后像是一个文化侵入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只要在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事情都充满着它的话，其实久而久之，你就是会被同化。因为你就会觉得，这边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另外，当然，在你还没有一些既定认知的时候，因为现在资讯的取得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真的那么的容易，尤其是所谓的正确的资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你传播一些作假的资讯，或是你去放大某一种论点啊，去建立一个新的叙事，去篡改这个历史，来压制或者是淹没这个对于中国的负评，也是有可能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谈的是可能对于立场已经比较坚定的人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就会去利用这些既有的立场，去煽动一些对立啊，或者是制造这种舆论上面的混乱。例如像之前川普的那个争议就很大嘛，因为他们就是发现说，他会针对一些不同阵营的人去投放，去加深这样子的分化。那这件事情其实社群媒体可能某种程度也会鼓励他，因为当你一个人要大家吵架的时候，是不是两边的人对两边人都会跑进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真实存在，它很残酷，但是是真的。我觉得你第一个讲那种洗脑比较好想象，可是你在讲那个第二个这种制造混乱，它其实什么意思？因为我有看到 DK 的影片嘛，他有抓一些账号，看起来就很像网军啊。那你觉得这是你说的故意制造混乱的东西吗？我觉得以这一次事件来说的话，其实也很难说它一定是，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个可能。就重点就是中国不会只有几种的手段，他们会多管的齐下，然后手段呢也会一直的演变。那以过去的研究来说呢，他们可能会做的就是第一个，可能自己制造一些事件，或是直接利用台湾我们现在内部既有的一些事情啊、议题去见缝插针。然后呢，在运用手上，可能他们有一些网红的管道啊，或者是网军啊、媒体多管齐下去操纵一些舆论。那像是这个微软，他们就发现，2022年美国大选的时候，中国呢就雇佣这些网军去扮演两党的支持者，到处的去留言跟引战。但他引战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让人觉得民主就是很乱，这可能是影响到刚刚讲到美国人或是我们台湾人对民主或是台湾社会的一些评价，然后让民众呢感到厌烦，进而对政治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冷感。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在分化台湾的信任，因为在彼此没有互信的这个基础之下，其实社会要前进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这个信任在对一个社会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信任就是所有的基石啊。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人类社会就叫做合作社会。信任是什么？它可以小到，例如说，你今天你去麦当劳，你先给他钱但是你会相信他接下来他会把他在荧幕上面给你的那个东西拿给你。你也可能你要有信任，说我今天投下的这一票，最后会真的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走向，或者是我今天选出的这个议员，他真的会帮我讲话。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连基本的运作都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民主的本身就是跟信任它有一个很强的挂钩，所以一旦我们破坏了对彼此的信任，例如说今天你就不信你旁边的这位朋友，你可以跟他好好的聊天，讲一讲之后，他会被你说服，然后最后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一起的决定。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那我们干嘛要沟通呢？我们民主的根本就直接被破坏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隐性，但其实比想象当中更频繁的在崩坏，而且严重的一点事情。讲了那么多，那志祺你是怎么看待这次事件的？然后你觉得这次风波里面这些网红到底有没有拿钱办事？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分两个层次来讨论。就第一个是中国会不会去找网红，然后第二个是会的话，中国找了谁？那我觉得先说一好了，我觉得就是会。因为网红就蛮好用的，人类是一种会互相模仿的生物，所以我们做了所有的行为都会引起别人的模仿，那也是为什么有人会把网红叫做意见领袖的原因。有些网红在做的事情就是展现我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风格，给这些还没有找到风格啊、态度方式的这些人去学习跟模仿的，所以它一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其实你看，声量大、数量又多，能够触及到的人又多又广，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吸引到那么多的媒体报道，所以它能够触及到一些意识形态还未定型的人。另外呢，也可以把话题炒起来嘛，让大家互相吵架。如果我们觉得前面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两个目的都真的话，洗脑或者引战，它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它绝对是一个好利用的一个管道。那第二种呢，就是像就直接来说，那鱼竿啊，还有近期去中国玩的网红，他们有没有被中国收买？老实说，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就是没有什么证据，答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我作为鱼竿的熟人，
我是觉得依照我过去跟他的这些相处，我是很难想象这些事情。就是以鱼竿个人来说，我是非常难想象的。我自己看到的一开始会觉得，哇，他好衰哦。我真的就觉得他是一个被刚刚我们后面讲到第二个就是混乱的东西的一个受害者。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哇，干嘛这样呢？这样不是也是掉入了某种程度的陷阱？后来多看了一些这样子的内容之后，我也能够完全可以理解大家的恐惧，因为第一个中共呢，就是确实有在买网红，然后这个威胁是真的。然后第二个是，不管网红本人的立场是什么，只要人去了这个中国拍片呢，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就算你没有收钱，你没有任何的政治意图，都有可能呢被中共拿来宣传跟利用。而且他们可能又不像我一样是跟鱼竿有这么深的这个信任基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3个因素加起来，最后就会造成现在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有部分的人会对于这些人那么的有疑虑，我是能够想象的。但我觉得依照我对于鱼竿的认识，我是真的有点难相信他会帮中国大外宣啊。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或许可能也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之后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是真的有收钱的，然后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被误会的。尤其中共就是很擅长去分化啊，然后操弄这些恐惧。所以呢，你看现在大家就已经吵成这个样子了，我代表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像这样子去造成一些混乱啊，或者是冲突的对立，我觉得就是中共想要看到的。所以接下来呢，他一定也会继续的操作。所以在我们已经知道说接下来一定会更大量发生的时候，最后可能呢就会变成像狼来了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难正常的讨论。那就回到你前面破坏信任基础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整个听起来好像蛮绝望、蛮无解的。你觉得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台湾人应该怎么做？就是难道都不要讨论吗？这就是一个真的很难逃离的系统吧。我自己也是偏无奈，就觉得啊，它大概就是会这样子发生。但我还是会秉持着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心态，觉得说多多讨论就是好事。因为在多多讨论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确立一些基本的认知，就是中国想要统一台湾，而且它的手段是很多元的。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如果有人告诉你根本没有这件事情，那我想，大家就要非常小心这样子的声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多讨论，因为讨论的好处是我们还是可以建立一个对这件事情的警觉性。但是在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避免过度的阴谋论，或是看到一些影子啊，我们就直接出征。因为极端的对立、互相内斗，这就像前面讲的，这个其实就是中共他们要的，要让我们的沟通开始变得无效化。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些讨论之前，我们可以更提醒自己，就是讨论的目的是要去建立一个认知，去建立一个共识，而不是去耗损自己的能量。你也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前提，我们就直接骂别人，我们直接把别人贴上一些标签。而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被别人骂了之后，你是不是接下来要认同别人的想法的那个，非常困难，对，就变得比较低了嘛。因为人就是会有这些情绪，会有这些态度，甚至是这是一个在我们讲说 UX 的这种体验上面，它是一个超级大的低谷。你就每次在看到这样的议题的时候，你就是会有这个低谷存在，然后你就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子的讨论或者是加入。所以我自己觉得，讨论或者是这些互动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更多人信任，或者是更多人能够被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某种程度可能更庞大的势力。好了，这样子直接一开始就用骂，或者直接用贴标签的方式，可能对于这个凝聚共识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利的。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这是我们大家可能要注意的事情。讨论的目标就是有点会被模糊掉。对，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消耗，那我们要避免消耗，因为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那我们要尽可能的去理性的讨论，然后也先不要就是太快的去下定论，或是帮别人贴标签。社群媒体去脉络化，以及很容易把有情绪的事情去刺激，它就是一个在刺激你情绪反应的设计非常精良的一个软体也好，或服务也好，或系统也好。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把我的情绪拉得太大了？甚至我会考虑说，如果大家有情绪，你要不要先把这样子的文字，你先把它打出来吗？我知道打出来绝对可以让你的情绪跟认知这些东西稍微的就平缓一点，但你不要把它发出去，甚至是你可能把它发到你的自己的这个备忘录里面。资讯真的不用那么快出去的，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去吃个饭。回来1个小时，你再看一看，你还有没有那么生气？你还有没有想要发这个东西？如果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你就收着。如果有，你再把它发出去。
1个小时也不嫌晚的。就是你演上得来的经验吗？对，我现在有些想法，我就觉得我先不要发，我可能就是发我们的群组嘛，对不对？这个可以讲吗？别人我觉得是怎么样，那这样子你就得到了一些朋友跟你一起讨论，而且我觉得人生有一个很好的刹车是很重要的，你要很愿意去信任一群人，他今天跟你讲说，白痴又发了，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怎样。这个东西可以避免你走向一个非常极端而且失控的状态，所以我现在是比较珍惜这样子的事情。关节笑得非常有点成长，还是有点成长。另外，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件事情心很累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帮自己设立一些自己的停损点，就是真的不要花费太多的力气在非常极端的这些言论啊、人事物身上，还是可以回归到实体。见面的时候真的会不一样。对，我自己其实蛮常在线下遇到一些可能跟我立场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会发现，面对面的沟通，它是一个选项的，它是可以好好的发现说，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他也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对，活生生的人，他有跟你共同的兴趣，他有跟你共同的爱好。那当我们找到这些可以连结的点的时候，好像那些对立的确变得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然后他也会更理解说，你为什么啊？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可考虑的做法。好了，那今天呢就先简单讲到这边哦。最后呢，想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事件？你觉得网红去中国旅游拍片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志祺，你还会选择去中国吗？哇，这个很陷阱。老实说，我是不敢。我就是连香港都不敢，港澳我也不敢，我就是完全不敢去。活动的邀约都会问我说，最近在香港办一个很大的活动，最近在港澳怎么样，我就是不敢去。你不敢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觉得我进去就有可能被抓，就这样。这个国家这些区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那我人生没有想要把我自己的整个人投入到一些不安全的地方，这个很大的赌注，这样。对，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赌注。毕竟我们就是你知道，也是跟党对话了这么久，就比较辛苦一点啊，所以我是不会。但我没有这样子就觉得中国就是很烂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中国旅游是有它的魅力，就是哇，很多真的好漂亮。像我也是很想要看看，就是那个瀑布最上面是水管到底长怎么样。这是不要这么奇景，没有，我没有偷走，这是奇景，就是你总会想到说，哇，这个等我报瀑布上面有水管，就是很酷，就是很酷。好，就讲一些正经的。我觉得，毕竟我们看了那么多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啊，或者是你知道，就是香港的社会分子，甚至是就是别国的人，他们过去就会被用各种名义抓起来，像是有这种已被嫖妓抓起来的。然后你会觉得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百口莫辩。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最前面讲到的那个信任的问题。我不信任这个国家，就是没有办法想象我在那边是很安全的回来的这个画面，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去。我相信这些资讯并不是一个那么的广泛流通在整个台湾社会里面的，反正我们就有查到嘛，所以我就是不敢。试试看，猜猜看，回不来了，我才不要，我才不要。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 Honey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了你，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